大家好，我小军，这是我们最新一期的虐之一二。那这一期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国产品牌安踏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春风的吹过，福建省晋江市陈栗镇出了一批做鞋的人。为了谋生计呢，村民合伙办起了鞋厂。但说的鞋厂啊，其实呢就大家一起干活啊，几把剪刀，几把锤子，几台缝纫机呢就开工了。晋江市资源匮乏，物产不足，在当地人看来，草根想要出头，那就得做生意开厂子，不管成败，起码拼过啊。就像那首大家熟悉的《爱拼才会赢》的歌里面唱到的。那是一个运动鞋被统称为旅游鞋的年代，靠着给阿迪、耐克代工，晋江鞋帮呢开始小有名气。但在一开始啊，晋江呢只是做代工啊，不做销售，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全国呢都在卖晋江鞋，但是做鞋的晋江人呢却赚不到钱。1987年，17岁的福建人丁世忠从家里的鞋厂呢拿走了1万块钱，在当地呢购买了600双鞋啊，单枪匹马的跑到北京卖鞋。他用了1个月的时间，天天拜访这些商城的负责人，终于呢敲开了北京西单以及王府井百货的大门。1991年，当丁世忠呢把安踏的 logo 挂在了自己家作坊的大门上，晋江鞋帮呢才终于结束了只做鞋不做品牌的历史。1996年对安踏来说呢是决定生死的一年，这一年呢丁世忠力排众议啊，花了80万重金聘请了乒乓王子孔令辉做品牌代言人，又豪掷300万在央视黄金时段进行广告轰炸。要知道啊，当年的安踏它年利润才只有400万左右。2000年悉尼奥运会，孔令辉与瑞典的常青树瓦尔德内尔苦战5局斩获金牌，不仅呢夺得男单冠军，更是实现了大满贯。登上人生巅峰的孔令辉在央视的体育广告上呢念出了我选择我喜欢的广告词，让安踏呢一时风光无两。安踏赌赢了，营业额呢从2000万上升到了2个亿。到2008年，安踏在国内的运动品牌当中占有率为5.8%，迅速跻身为国产品牌第2。但2008年，丁世忠仍有遗憾，当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颁奖服呢却是德国品牌阿迪达斯。他默默地定下了一个目标，2012年的奥运会颁奖人的胸前呢必须是安踏的 logo。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啊并不容易，为了避免有一些冷门的项目没有人赞助啊，当时啊中国奥委会将2009至2012的奥运周期呢打包出版，想要赞助2012奥运会呢就必须要全盘收下，而且呢针对当时这些项目的参赛队呢都必须有拿得出手的比赛的装备。安踏又赌了一次，大概花了6亿人民币进行赞助呢和投入一些科技产品的研发。但当时呢，安踏的半年的净利润呢，也不过4个亿。但后来的结果呢，也验证了安踏这一步呢没有走错。奥运热呢，不但没有退潮，反而呢继续升温。2012年，中国奥运代表团闪耀伦敦，也让呢安踏从中国走向了全世界。时隔14年，北京迎来了第2次举办奥运会，安踏呢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北京冬奥会服装合作伙伴。北京冬奥会有15个分项中，安踏呢为其中12个国家队打造比赛的装备。截至目前呢，安踏已经累计为28支中国国家队打造比赛的装备，而这呢主要归功于安踏不断研发的雄心和科技的实力。过去5年呢，安踏在运动科技上的投入达到了30亿的规模，居中国品牌之首。巨额的投入呢，提升了安踏的技术能力，在专业层面上呢也有更深厚的积淀，获得了超1400项的产品专利，使其呢可以为中国国家队提供科技感十足的比赛装备。当然了，那肯定呢会有杠精啊不小可爱要问了，到底有多科技呢？咱口说无凭啊。那这一次呢，我刚好借到了一套北京冬奥会工作人员的制服。那虽然不是运动员的服装啊，但是也是科技满满。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那这个呢，就是安踏为冬奥会的工作人员们设计的衣服，它一共呢有4件，最里面呢是一个打底衫，然后在外面是一个抓绒的一个夹克，第3件呢就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棉服，那最外面这一件呢，哇就非常厉害了，是一件充满了科技含量的一件羽绒服啊，非常保暖。咱们来一件一件给大家讲啊，它整个的衣服的设计呢是比较简洁大方的，服装上这些图案深浅不一的色块，以水墨这种质感描绘出我们中国山水的景象。颜色呢是用这种霞光红加一些墨色和白色的配色，传达了我们中国人实干热情的情感。后背呢就是一个北京2022，很简单的一个设计。这是一件呢充满科技含量的一个多功能的棉外套，它这外面一层面料呢是既防风又可以防雨。那它这块做了一个防风透气的一个呼吸孔，这个就是为照顾工作人员啊在运动的时候呼吸顺畅。然后衣服做了很多口袋啊，袖子这块有个小口袋，里面放了一个小哨，紧哨。此外呢，他们还在口袋里面做了一个
触控笔，因为工作人员用手机啊，或者用一些机器，然后戴手套嘛，需要用那个触控笔来触控。两边的腋下呢，都分别做了一个拉链，拉链里面呢做了一个网状的一块面料，这个呢负责让嘎子窝透气。然后里面呢还做了一块可拆卸的一个眼镜布，戴眼镜的大家有这种雾气啊、雨雪啊，容易湿啊，所以非常贴心。下摆呢，包括连着的后面做了一圈一个防风的防风裙，省得风往里面灌。后背呢还做了一个收纳的超大口袋，哇，这个甚至可以放一台 iPad， 非常大。一般呢可以在里面放手套啊、放杂物等等。两边的肩呢还特别设计了4道杠，这个呢负责你在背东西的时候防滑。然后肩这一块呢还做了一个对讲机的一个挂钩，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功能特别齐全的一件外套。那这件羽绒服呢，就堪称安踏最强羽绒服了，最厉害的在里面。安踏呢采用了一种最新的制热科技，一种叫石墨烯的材料。石墨烯呢是一种能够快速升温的一种科技纳米材料。此外呢，他们的羽绒呢采用的是超级羽绒。什么是超级羽绒呢？就它羽绒的蓬松度要比普通的羽绒增强30%。超级羽绒的核心部分绒脂含量呢高达95%，它可以守住更多空气，能够达到更保暖的效果。此外，它里面还设计了一个可以显示温度的一个仪器，你可以知道自己的体温现在是多少这个非常科技感。好的，我们来简单的做个测试。首先呢，我们来测评它的透气性。那我们用一个烧杯，还有一个挂烫机。那挂烫机呢，从里面打开，然后这个烧杯的内壁上会出现这种水雾，那就说明呢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另外呢，我们会用这个试管和这个砝码，我们来测评一下它的羽绒的蓬松度。同时呢，我们会来对比一个市面上比较优质的一个羽绒服，它的蓬松度。为了保障所有工作人员在冬奥会各种户外场所进行工作，那这件衣服呢也具备了良好的防水性能。那我们很简单，用水枪来喷它。积土为山，积水为海。从学习2018年北京奥运到拥有比肩世界的科技能力，安踏如同一位体育运动员一样，不断的突破自我，一步步的从一个晋江鞋厂走向全国，又从全国走向了全世界。今年市值呢更是突破了3000亿港元，跻身全球前3体育用品行列。再过几天，北京这座拥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都将再一次迎来奥运盛会，奥林匹克之火也将再一次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燃起。在冬奥会的赋能下，安踏作为本土的运动品牌龙头，必然呢让中国制造随着奥运会享誉全球，更让中国品牌可以闪耀世界。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疟疾议案，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键3连，也提前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虎年大吉，感谢。